人老了，为什么尽量不要出去旅游？岁月如梭，人到老年，尽管内心对于远行的渴望依然弥漫，然而因身体与安全的综合考虑，旅游这一曾经的热情可能需重新审视。老年阶段的人们在面对令人向往的旅途时，必须谨慎权衡，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王大爷自述，我现年68岁，初次退休的几年，也曾怀着这样的心情。每月我领取着5700元的退休金，而我的配偶比我年轻了4岁，也享受着3000元的退休金。不再工作，不再上班，我们每个月共有8700元的收入，这种无忧的感觉着实令人心安。子女事务无需操心，贷款也不再压身，日常的开销也并不过多，于是手中多出的这些钱似乎变得毫无意义，于是我们便想要用它换取一份快乐。于是乎，我和妻子陷入了旅行的魅力之中。每个月我们从生活费中拿出2500元，存下2000元，其余的用于旅行。在最初的3年里，我和妻子实际上遍游了大江南北，几乎每个月都会出行2、3次，甚至于在一些优惠的老年团中，我们还曾一个月出游5次，时而身处名胜古迹，时而漫步在路途之间。开始时，旅行的却是一种享受，不仅能够活动筋骨，还能够开拓视野，品尝各地美食，度过愉快时光。然而，随着旅行次数的增多，我逐渐认识到，实际上旅行是在花钱买罪受。一大群人涌向同一个地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一堆人群中用餐、等车、乘坐车辆、拍照、排队等等，出门观光，却常常变成了步行、攀登山峰，或者是被人群推搡、被人潮卷走。外出品尝美食、拍摄美景，也会变成被导购员忽悠，买下一堆昂贵的特产，随后因为冲动购买而感到后悔。时不时的，人们会因为人多而产生矛盾，甚至不愉快的争吵也会发生。总之，旅行逐渐变得索然无味，花掉了钱，却只换来了微薄的快乐，以及在朋友圈中炫耀的虚荣感。而其他时候，我们只能体验种种疲惫与不适。每当兴高采烈地踏上旅途，不久后却常常陷入失望的情绪中，身体疲惫不堪，钱包也被掏空。3年后，我放弃了频繁的旅行，逐渐认识到，旅行其实更适合那些年轻、充满活力和头脑灵活的人。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而言，旅行已不再适宜。因为我们出游时并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轻松随意，他们的旅行是在工作劳累后的一种放松，而我们往往是在无所事事时，不顾体力的枯竭，到处寻找烦恼。因此，我想告诫广大的老年人们，在步入60岁之后，或许不应频繁出游，偶尔与子女同行旅行，或者每年出行1、2次，反而更为适宜。千万不要像我当初那样，每个月都出游，不断地花掉积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体力跟不上，身体的素质也不再允许我们四处奔波，而这样的消耗对于我们而言并不值得，还是应该把钱用在更有益的地方。可以去老年大学学习，学唱歌跳舞，为自己购买一些美味食物，定期体检，以及多花时间陪伴子女和孙辈，这些都要比花钱去旅行来得更有意义。年老之时，真的应该追求宁静，我们已经无法承受长途旅行所带来的劳累了。简单来看，以下这3个原因，说明为什么人老了后尽量不要出去旅游的重要性。1、身体状况的限制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机能和抵抗力逐渐减弱。
老年人可能会面临许多健康问题，例如关节疼痛、慢性疾病、心血管问题等。这些身体状况对旅行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。长途跋涉、高强度的活动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影响，而旅途中的紧凑行程、不规律的饮食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。老年人适应能力会相对年轻的时候降低，倘若出去旅游，更有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，即使没有出现病症，身体的机能也有可能会紊乱。我的邻居自从退休后尝试过一次旅游，迄今为止再也没有旅过游。我听他说过，上次旅游他就在当地感觉不舒服，即使去医院也没有查出病症，等到回到家，没过2-3天，身体不舒服就消失了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去越远的地方旅游，需要越长时间适应，到头来能不能适应还是未知数，因此尽量不要旅游。2、安全问题的考虑。旅行时的安全问题是老年人和他们的家人最担心的。老年人更容易受伤，并且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速度也较慢。不熟悉的环境、陌生的道路和交通系统可能会增加他们的风险。此外，语言沟通困难、医疗救援困难以及物质和人身安全都是老年旅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上了年纪，即使在家里面行走，也需要小心翼翼。熟悉的环境照样需要防止磕磕碰碰，更不用说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旅游，在不熟悉的地方万一发生意外，周边连熟人都没有。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报道，有一个老人由家人陪同去很远的地方旅行，结果身体突然感觉不适，虽然送去了医院，但是没有抢救过来。由于转运遗体的费用高昂，只能在当地料理后事。年纪大了，不能逞能的时候就不要逞能，在家附近转转就比较好，充其量去近郊游玩，哪怕出现始料未及的意外，不至于连落叶归根都成为奢望。3、心理适应的难题。尽管我们身体上可能还能应对旅行的挑战，但心理上的适应也十分重要。长时间离开熟悉的环境，与陌生人相处，以及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都可能对老年人产生压力。此外，旅行中的疲劳、时间紧张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心理的不适，甚至会对旅游体验产生负面影响。鉴于上述原因，老年人在安全和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，可以选择更为轻松和适合的旅行方式，如短途旅行、陪伴亲友出游或选择健康、温和的目的地。另外，对于老年人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心的宁静与满足，通过阅读、参加社交活动、参观展览等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。在家庭的陪伴下，老年人可以享受幸福而安宁的晚年生活。让我们尊重老年人的选择，倾听他们的需求，并为他们提供温暖或关爱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